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爱上电子。这是我用可调电源组装的一个小电路，这个电路呢能够给电瓶充电，能够实现充满断电功能。我们看现在呢是 12.7 伏，后边的电瓶用灯泡来代替，现在呢是充电状态。因为我们的电瓶呢随着充电的时长呢，它的电压会渐渐升高。那么当升高到我们所限定的值，比如说充满的值，一般12伏电瓶是 14.5 伏断电。那么我们把可调电源给它调高，我们看调到14伏就断电了。这时由于我们后边这个灯泡是有电流的，所以说呢这个电压呢稍微升高了一点。那么我们再给它降低，我们看低于多少的时候它是闭合的，也就是给后边充电的。我们看低于 12.7 的时候，后边灯泡是充电的。当高于 14.6 的时候，后边灯泡就断电了，也就是说电瓶就停止供电了。那么它就达到了一个充满断电的目的。另外呢，我们通过调节这个电位器，可以把我们这个充满断电的值呢设定在任意的一个点上。那么我们看，我们先给它往上调，使它打开，也就是说在15伏的时候它是充电状态。我们当调到19伏的时候，后边就断电了。下面我们就看看这个电路图，这端是可调电源，这端是这个电位器 100K 的，下边有两个 1K 的电阻，同时这有一个隔离的二极管，因为这个二极管有 0.7 伏的压降，当这个位置的电压超过 0.7 伏时，这个三极管才积极有小的电压。也可以在这个位置加一个电阻，实际上三极管本身积极向发射机就有小的电流，所以呢相当于有了分压电阻，所以不用加。我们后边是12伏的电池，另外这是继电器的长闭点，这个就是继电器。当我们的电压升到一定的值，比如说我们的充满值，这时呢继电器线圈就得电了，因为这个位置的电压升高，然后积极电压升高，积极向发射机有小的电流，继电机向发射机有大的电流，所以继电器得电，我们的长闭点断开，后边的电池停止供电。由于后面电池充满断电以后呢，很显然我们的电源呢会因为电流减小了，会稍微升高一些，这样这个三极管始终是导通的，线圈始终是得电的，我们这个长闭点呢始终是断开的，也就达到了充满断电的目的。由于我们这个电位器和下面的电阻属于串联分压，那么很显然调节这个电位器呢就能够改变这个位置的电压值。那么当总电压升高的时候，这个位置的电压也升高，当总电压降低的时候，这个位置的电压也降低。所以当我们使用的时候，首先要把电瓶拿下来，用可调电源调一个我们充满断电的电压值，这时我们再把电瓶上，然后呢再把电源插上，这样就开始给电瓶充电。当电瓶达到了我们充满断电的电压值的时候，那么很显然这个位置的电压呢能够达到 1.4 伏，那么我们这个三极管积极的电压呢就能够达到 0.7 伏左右，那么这个三极管就开始导通，线圈得电，那么很显然它得电以后长闭点会断开，我们的电瓶也就充满了。调节电源电压的高低呢，就能够改变我们电池充电的电流。所以说呢，我们的这个可调电源呢，比如说我们充满电压是 14.5 伏，12伏电瓶的话 14.5 伏，那么我们的可调电源也可以用18伏给它充，也可以用15伏给它充。总之电压越高呢，它的电流越大，电压越低，它的电流越小。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实物图，这个线圈上呢要有一个二极管，用 1N4007 就可以，就这个二极管，主要是为了防止这个线圈的反峰值电压击穿这个三极管的。这个三极管用的是8050，这个同样是 1N4007 就可以。然后这个是我们的8050，这个是这个二极管，然后前面这有一个电阻是 1K 的，这也是 1K 的，就是这两个 1K 的电阻，上面这个是 100K 的电位器，就是这个。我们后边的灯泡来代替了电池。在我们组装电路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给它加两个指示灯，这个呢就是充满指示灯，当充满以后，继电器线圈得电，由于这个
发光二极管是并联的，所以它点亮就充满了。当我们充电的时候，由于继电器线圈不得电，那么继电器线圈然后通过这个发光二极管然后入地，那么这个时候它点亮就是充电指示灯。好，今天咱们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